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今天呢，我打算离开这个乌东苗寨了。我在乌东苗寨这边已经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每天呢都遇上各种好事，真的是很开心。然后我现在离开乌东苗寨，并不打算回县城的，而是继续往深山里面走。因为小杨哥告诉我啊，往深山里面继续走20公里呢，有一个村寨是藏在森林里边的，并且这个村寨呢自然环境十分的优美。这个村寨是与秃山为伴，秃山呢是一种杉树啊。所以说阿龙比较感兴趣，打算去看一看。这段时间呢，真的很感谢小杨哥对我的照顾啊！我刚刚发了个消息给他，我说祝愿乌东苗寨在未来发展的越来越好，同时呢，也祝乌东苗寨能够保存住当地的这个传统文化，包括建筑文化以及饮食文化。也希望这里的村民呢，能够保存住心底的那份善良与淳朴，把快乐带给每一个在未来来到乌东苗寨的人。好了，不多说了。我现在准备要出发了，因为晚上走山路的话比较不安全，所以现在还是得早点出发。再见了乌东苗寨，有机会再来。先告辞。现在这个弯更多了，一个连着一个的，而且2个弯之间的距离很短。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在乌东苗寨什么好事都让我遇到了，其实是因为我在乌东停留的时间太长了，所以说很多好事都被我遇上了。主要是如果大家来乌东苗寨的话，也可以停留的时间长一点，能够更深入的体验当地的这个苗寨的民族风情。因为当地的这个村落十分的原始，十分的古朴啊，自然风光十分的好。而且呢，那里有农家乐，就是如果你带了小朋友过来，你可以在那里抓鱼啊，吃农家菜，而且当地还有山羊啊，还有一些特色的就是活动嘛。所以说，如果大家来这里，可以深入体验一下，多住2天，吸收一下大自然的精华。进入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前面就是了，他方注意安全。哎呦我去，这个路基能过吗？好像有路可以过，慢一点。哎呀，好吧，惊险的过来了。刚刚那里是被那个塌方给冲垮的那个路面，有一半的路都是已经掉到那个山崖下面去了，而且路很烂。我刚过来的时候也是有点心惊胆战的，不是说怕掉下去，是它那个泥啊已经烂的，就是堆得很高了，我怕刮到那个车的底部。因为我这个底盘高度没有说特别高，不是越野车嘛，所以说刚刚还有点担心的，不过安全过来了，就是慢慢的过。还好现在不是雨季，雨季来的话估计就比较麻烦了。这里有一个牌子写了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是在82年的时候晋升为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。去阁头的这个路很窄啊，尤其是转弯的地方特别的窄。小心一点，这里又有一个沉降，塌下去了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哎呦，哎，到了，这里显示阁头村，嘿嘿，前面就是了吗？走了我接近有1个小时了吧，走过来，主要是路真的是太难走了。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阁头村了，这里也是处于一个深山里面的村落，而且呢，这个路上特别的难走，特别的崎岖啊。来的路上全是这个弯路啊、塌方落石等等，所以说如果有人要来这边的话，真的路上驾车要十分的小心了。然后我刚刚听这边的一个村民说啊，他们现在正在搞建设，就村里面要发展一下旅游，所以呢，应该是在6月份会完工的。
他说整个阁头村呢是沿着河分布的，然后往河流下面走呢，还有很大一片的居民区。他们让我去那个河下边去看看，所以说我现在打算先去逛一下。刚刚那个村民跟我说啊，这边有很多很多的秃山，而且呢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护林员，就是他们要保护这片森林，因为这片森林呢是国家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啊。这个河流好清澈啊，你看那个水，一看就看到底了。还有鱼哎，我看到鱼在翻身了。这个村民跟我说啊，在对面山上一大片一大片全是秃山，而且这些秃山呢是不能砍的，是受国家的法律保护的。这一棵就是秃山王了。相传啊，阁头村的祖先迁移过来的时候呢，就是以千年秃山的这个压弯的枝桠为梁建造这个房屋的，所以说他们这个村的名字叫阁头村。因为阁头在苗语里面的意思是下弯的枝桠，阁头村子里面的这个秃山已经超过了3000余棵了，而超过1000年的秃山就有200多棵。哇，这里环境太好了，在这个屋顶上面种草种菜。因为现在有点天黑了，所以明天再仔细去逛吧。我现在打算回到车上。阁头村这边呢，主要是种茶的。你看，现在居民都在卖这个茶了，刚刚采回来的哈。哦，你是来收购这个茶叶的对吧？哎，收回去自己就可以炒了，拿去卖哈。收去炒啊。嗯，现在采的都是春茶是吧？哎，现在是春茶。哦，春茶是不是一年当中最好的一个？哎，最好一年当中最好的就是春茶。哦，就是春茶。对，一年都现在这个茶是最好的。嗯。这里要建一个卖茶的这样子的商店，来帮助村里的经济。因为村里呢主要就是种茶嘛。刚刚看到很多妇女上山采茶回来了，采的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春茶。因为在阁头村这里呢没有看到小卖部，也没有看到餐馆，所以呢我现在只能自己弄点吃的了。因为我在这个深山的村寨里边呢待了时间比较长啊，所以车上吃的东西都已经基本上吃光了。然后今天走的时候打算在那个乌冬苗在那里买东西的，但是他小卖部没有开门，所以只能自己吃点泡面了。我看一下他把水烧开要几分钟，现在已经捆了，现在已经捆了。4分钟就把水给烧开了。这个炉子的火还是蛮大的，刚刚我把火开得好大，它那个火苗都窜出来了。出来自驾游就是这样子啊，不可能餐餐都吃得准时吃得好的，有的时候你可能大鱼大肉，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就是一些很随便吃的零食啊、泡面啊等等，尤其是自热米饭。我车上准备的最多的就是自热米饭了，尝一下。哇，真香！肚子饿了，吃什么都是人间美味。今天晚上我在这里驻车一晚，然后明天呢就去拍摄一下这个阁头村，看看周边的这个秃山。这个糯米饭呢是昨天村民办喜事的时候他们给我回礼的，这个糯米饭加到这个泡面里面，泡面糯米饭汤。现在村民都采完茶了，要把那个茶拿回来收购了哈。每一个村民当天的劳作就是去山上采茶，然后拿回来给这一户人家收购。哇，你是背着小孩子去采茶吗？对的。哇，这件都看了呀。采了一大袋哦。就是啊。哇，大丰收了。一天能采多少袋呀？一天采的2袋。2袋呀？这是半天的哈。哦，一斤多少钱？1斤15块钱。15块钱。这个阿姨她采的多啊，采了好大一袋啊。就是啊。阿姨老了，阿姨70多岁了。哦，70多岁了，应该叫奶奶了哈。这是3.8公斤吗？4斤。哦，这是4斤。你采了几斤啊？这是有5斤啦。
阁头村的村民日出而作，日落而归。村民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到了傍晚的时候，他们提着沉甸甸的这个劳动成果去换取报酬。他们一天几十元，可能上百元吧，这样子的收入，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顿下馆子的钱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了。尤其是那个70多岁的老奶奶，还有个女孩子，她是身上背着一个小孩，然后手里牵着一个小孩上山去采茶的。我拍摄的视频里面，好像她手里牵的那个小孩被前面的婆婆抱走了。真的能在这里体会到劳动人民的可敬与可爱，生活真的太不容易了。虽然不知道采春茶也要换取报酬能够持续多久，我希望呢，通过种植茶叶能够给他们村里的经济带来一些活力吧。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所见所感了。那下期的视频呢，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阁头村这个隐藏于森林之中，世世代代与秃山为伴的一个村庄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